FC31舰载版的原型机曝光，有些变化让人振奋，它的性能很可能全面超过美国的 F-35B 和 F-35C 隐身舰载战斗机。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 FC31隐身舰载战斗机的原型机再次露面，虽然该机依旧是试飞的涂装，但是其技术状态已经非常完善了，离最终的定型又大大的跨进了一步。这次公布的照片可以说比较清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几点变化引人关注。第一，它是机背上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和座舱盖的后缘基本上平齐，那么和过去的 FC31的座舱可以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大鼓包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对飞行员的视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款舰载版的 FC31是怎么做的呢？它在这个鼓包后面装上了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因此飞行员根本就不用回头就可以观察到后方的场景。那么为什么该机要做这么一个修正，让它的背部鼓包比过去更大？出于两个考虑，一个就是要做面积率修行。所谓的面积率修行就是让该机的每个截面的面积加起来以后呢，形成一个接近于椭圆的这么一种面积修行，从而可以降低跨音速阻力和超音速阻力，这是其一。其二呢，在这个大鼓包里面，我们就可以多装载燃料或者其他的机载设备。我们知道隐身战机它的机械容积还是相对有限的，因为要挖出一个很大的洞装载弹药，你就会减小燃料的装载量。这一点呢 F-22和 F-35都有教训。由于它们装载燃料的容积过小，因此导致它们的最大作战半径大幅度降低。为了在作战半径和航程方面超过美国的 F-22、F-35，我们国产的 FC31做了这么一个修正。通过 FC31配装了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我们也可以推测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导弹接近告警能力要比过去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这款新型的 FC31舰载机还在它机首下方配装了光电瞄准系统，即使雷达不开机，它也能够看到100公里左右的敌方目标，这个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3款战斗机配装了光电瞄准系统，那就是美国的 F-35、中国的歼20以及中国的 FC31。这种装置可以说集成了红外光学激光照射模式，具有高分辨率成像、自动跟踪、红外搜索与跟踪、激光指示、激光测距以及点跟踪等全套的光电火控功能，从而为它在信息化战场情况下实施隐蔽接敌、远程探射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第三个改变，一些网友发现发动机变了，因为它采用的是锯齿状的尾喷管。那么过去用的发动机很可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R-33改型的R-93，那么现在换装了带有锯齿状的尾喷管，很可能标志着我们用国产的发动机取代了进口的动力装置。这种改进可以说是专门针对于舰载版的飞机来设计的。为什么呢？因为舰载版的飞机往往要采用后推式的襟翼，甚至开缝式襟翼，偏转角比较大，那么它对平尾的遮蔽也会更大，从而导致水平尾翼的操纵效率降低。因此水平尾翼为了要让舰载机抬头，就需要下偏更大的角度，而且你偏多了，效率并不见得就会提高。在襟翼遮蔽的状态下，平尾处于襟翼的尾流区，效率大大降低。
那么如果后机身稍微向上翘一点，反倒有助于帮助它抬头配平。这个设计我个人看法还是相当巧妙的。就 FT31的整个机体表面的设计来看，应该说要比美国的 F35更加光顺，表面非常光洁，没有什么太多的鼓包。因此呢，无论是该机的隐身性能，还是最大飞行速度，以及加速性和记录能力，都要明显的高于美国的 F35。那么一旦新版的 FC31舰载型飞机登上我们国家的航母，那么在大海上空，它是完全可以和美国最新型的 F35隐身舰载战斗机相抗衡，而且很多方面会占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